老爷，带进来。走。老爷，您看。太师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太师爷，这是国姓爷让我送来的信。来人呐！奴才在。把这个人给我关押起来。是。不准让他跑掉，不准走漏任何风声。如果出了一点差错，我要你提头来见我。奴才明白。带下去。太师爷，这是国姓爷派我送来的。孽障，逆子，真是死有余辜！你想坏为父的大事？传菜府。哎，国姓爷！哎呀，国姓爷，你可回来了！你看咱们全军上下这么多人，粮草皆无，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报告国姓爷，徐超、朱霸二位将军已收粮草回来了。妙极妙极啊！速告张将军，随我前去迎接徐成二位将军。这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啊！你速去准备下200人的酒宴，好为兄弟们接风啊！哎，是。国姓爷，国姓爷，二位将军请起，免礼。你们可回来了，这下仙霞关可就有救了啊！托皇上洪福，赖国姓爷之虎威，末将不辱使命，将粮草尽数接回，并且安全放回库里。二位将军，长公盼望你们望穿双眼，仙霞关这下有救了。末将等待心急如火，真恨不得一旅过万山呢。为了这些粮饷，令二位贤兄吃尽了苦头。但有了粮饷，我们仙霞关还有何虑啊？末将不才，全赖众兄弟相助，要不然，到现在也很难返回啊。是啊，我知道兄弟们的劳苦啊。半月之别，恍如隔年呐，自然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且同我回到营中，把盏戏言。二位将军与兄弟们夺回了粮饷，为仙霞关立了一大功，本帅自然会论功行赏，绝不会亏待大家的。请，多谢国姓爷。国姓爷啊，国姓爷，不杀李伟这个叛逆贼，军心不服，兵士们可说不好听的话了。哦，他们说李伟是太师爷的爱将，国姓爷怎么下得了这个手？哎，张晋，你信得过我吗？我绝不会做出对不住大明朝廷的事。啊。国姓爷，听说你要杀李伟，李伟降清之举，我早有耳闻，没想到这么快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真是人心叵测呀。徐超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，我们兄弟3人在南京国子监读书，以及闯苍南关的情景？怎么不记得？他是我们兄弟中最有心计的人。是啊，他也是一个外强内弱的软骨头啊。徐超，你说应该怎么处置啊？以徐超之见，念挚友之情，还是放他一马，送给朝廷处置吧。不行，这怎么稳定军心，平定民愤？哎，这也是不得已。听说他有太师爷的密令。徐超，忠孝不能两全呐。国姓爷，你莫非大义灭亲不成？精忠报国是己任，我也是不得已呀。
国姓爷，别说那么多了，退下。县下官诸位将士，我郑成功蒙受皇恩，以平庸之才担此重任，我一定竭诚尽力，精忠报国。前战大败清军，上托苍天保佑，皇上的龙福，有赖众位将士齐心协力，奋勇争先，才一举全歼狂寇，剪除奸贼。今日，我为整肃军纪，振兴军威，欲首次拜请御赐尚方宝剑在此。刀斧手听令，把背叛朝廷的逆贼李伟斩首，以警全军。跟走，跟走。快上去！哎，跪下，跪下！国姓成功领旨。皇上为何不亲传圣旨，要平国公代笔呢？皇上已于5日前离开京师，去了胡国。皇上委平国公为朝廷总摄政，代行天子事。如是，朝中一切事务，不分大小，皆由平国公审视，决断而行。亮牙子呢？皇上怕其知晓误事，特遣末将前来。那么照蔡大人之意，是要给李伟一条活路了。末将不知，只望照旨行事。李伟罪有应得，即便押回京师，也难免一死啊。国姓爷，若照旨行事，恐怕民心难服啊。国姓爷，你有尚方宝剑在此，为什么不能决断呢？以末将拙见，既然皇上西行，委任太师爷为临朝摄政，代行天子事。太师爷之命就是朝廷之命，理依蔡府之意，应该押回他天兴府，听太师爷发落，倒也干脆。国姓爷，李伟赖阁出入任贼，光复死有一功。将我的尚方宝剑拿来。是。国姓爷，
我郑成功有尚方宝剑在此，杀！蔡大人，蔡大人！国姓爷，您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去吧。吾儿惜之，如得此信，望速归。母病转疾，在世恐无多日。母于是别无他求，只求能见吾儿一面。如能了此愿，母身负黄泉，亦无遗恨。国姓爷，难道我和母亲一别，竟成永诀吗？我真恨不能飞临母亲身边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国姓爷，要不要我先回去看看母亲？母亲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是不会给我写此书的。记得我7岁，就离开她回到了福京。从此以后，我和母亲便分居异国，归路迢迢。虽去年返归，但我官身羁绊，无力相陪。母亲为思念我而身患重病，如今危在旦夕，我岂能坐视不顾？母亲弥留之际，亲笔来书：如我不回，便不尽人伦。万一有个3长2短，我岂不抱恨终生啊？但我若是尽孝而归的话，如今清军有重兵屯于关下，县下官若有个差池，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？国姓爷，别难过。常言道，没有过不去的山，也没有趟不过的河。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如今是山穷水尽，哪还有什么路？既然进退两难，不如先回去探探虚实，快去快回。好，我明日赶回延平。国姓爷，你别太难过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媚娘，国姓爷。徐超。蔡大人，徐将军，蔡某正想去拜望徐将军，不料徐将军亲至，岂非天意呀？蔡大人，出临仙峡，末将本该先来过访，问候起居才是。哎呀，将军谦虚了，请。其实呢，也没什么大事。只因蔡某初来乍到，遇到保障与将军一叙，许多事情还需请教将军才是。哪里？国姓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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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位贤弟来得正好，陈公正有一事招诸位商量啊。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蔡府到了，是不是你走之后，由他来取而代之？平国公只是说，我走以后由他来取代，等我返回，他再回京复命，这不足为虑啊。
如今仙霞关经国姓爷这一整治，甚是兴旺。清兵就是大兵压境，也是望而生畏。只是国姓爷您执意要走，愚兄不敢阻拦，还望国姓爷早日返回仙霞关呐。国姓爷，我只说一句话，切不可大意呀。国姓爷，刚刚竖起大旗，你就要离开，为师让人心里难受啊。国姓爷，仙霞关离不开你呀。是啊，国姓爷。众位兄弟尽管放心，我去后，不管有何变故，我即刻返回。忠孝之心不可变啊！我此去只愿全忠孝之节。我想，若无大变故，我一旬便可返回。张贤弟啊，我走之后，你要切记，酒千万不可多饮，万不可因酒误事。国姓爷放心，今后我若再醉，张进愿将颈上这颗头献上，任凭国姓爷发落。好。哎，为何不见徐超前来啊？哼，他这个人呐，总是那么让人琢磨不透。将军何时到仙霞夫人的？自去冬清军逼至闽浙边界后，朝廷便将徐某调至仙霞。这个徐某无能，愧对朝廷啊。将军夫人仙霞半年有余，却令蔡某悬望啊。虽说你我同在京师，也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啊。是啊，但蔡某却深知将军之才，每每想起，亦常自感慰啊。今日能与将军相聚，实为平生，也是我与将军有此缘分呐。蔡大人过奖。徐某无能，有负朝廷之寄望，太师爷之重托，亦愧蒙蔡大人如此惦念。哎呦，将军何出此言？俗话说后生可畏，像蔡府这般才疏学浅之人，虽交不惑之年，亦只是虚度光阴而已。唉，只可终夜发空叹，怎能与将军相比呢？将军来日必是叱咤风云之士，前途是不可限量。蔡大人虽初来仙霞关，俗话道，旁观者清，以大人冷眼观之，不知可有感触否？徐某为此向大人请教一二。蔡某今日方到仙霞关，难知其详啊。不过冷眼略略观之，却令蔡某惊异呀。国姓爷确非凡人可比，仙霞关处处房屋皆井然有序，兵精粮足，士气旺盛，这自然也少不了徐将军等众人的辛劳，怎不令蔡某钦佩呀？不过话还得分两头说才是。国姓爷毕竟年轻，处事难免轻率，比如今日被指杀李伟一事，以蔡某私下揣度，便觉有些不妥。但国姓爷执意如此，他又是一关之主帅，现怎好力加劝阻？其实国姓爷心里应知，即使将李伟押到京师，也难有再生之理呀。朝廷之命，安能不从啊？哎，这也是多年得意之人的弊病，狂妄、偏激、自负啊！国姓爷爷太有些自负，他甚至自负的有些专断了。啊，这是我与将军私下里相言，正因为如此，太师爷才执意将他遣回天兴府。太师爷的意思，难道太夫人的病？哎，太夫人的病那只是原因之一。对成功的品性，太师爷是心清如水。世界上哪有父亲不知儿子之理啊？太师爷要将国姓爷遣回京师，仙霞关亦须派主帅才是。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哪有那么多将来派？仙霞关人才济济，这主帅又何须到别处寻呢？
不知当任者又是何人？哎呦，徐将军怎么这般糊涂啊？这位主帅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蔡大人，你指的是末将？国姓爷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好，国姓爷告辞了，告辞。啊，范将军，范将军啊，国姓爷，末将随你前往。哎，军中事务十分的繁忙，你还是留下吧。国姓爷，我还是随你去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仙霞关我一走，就更缺人手了，你不能再走了。去吧。遵命。啊，以将军之才，蔡某之意，只等国姓爷一走，我立即向太师爷保举，为将军为仙霞关主帅。将军意下如何？啊，这可使不得呀。嗯，这又如何使不得呢？将军不做主帅，国姓爷走了，难道还让蔡某这不才之人来领兵吗？哎呀，蔡大人何出此言？末将定为蔡大人效力。对了，国姓爷只是暂离仙霞关，不几日便会返回。蔡大人之意，不是太啰嗦了吗？只要他一回天兴府，太师爷就不会让他再回来了。这可是朝廷的军机大事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这也有关将军的前途啊！此话当真？此话千真万确。徐将军，你是自己人，告诉了你也无妨啊。范将军国姓爷，行装已经准备妥当了，不知国姓爷还有何吩咐？那就快去快回，无需啰嗦。国姓爷，永贵大胆，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有什么话说？国姓爷，我怕这次回天兴府关上之事。有什么话你大胆讲来。国姓爷，刚才我从蔡大人窗前路过，我听见他和徐将军说了一句：“等国姓爷一走，如何如何。”只可惜他们声音太低，我只听到前面的话，这后面的话没听到。但这半句，我永贵敢用性命担保，绝未听错。永贵前喽，国姓爷，我就不知这里是否有过节。如今他二人还在一起吗？方才还在，现在不敢说了。太夫人病重，国姓爷自当尽孝。我只是担心这其中他有没有……你是说其中有诈？小人不敢妄言。国姓爷，你还记得初来仙霞关时从太师府逃出一事？永贵，你随我到蔡大人那里去转一遭。国姓爷，怎么？刚才弟兄们在问明日几时上路啊？等从蔡大人处回来再做决定。国姓爷，那要是在蔡师爷那儿碰上了徐将军，哎，不怕，就是在蔡府碰上他，也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哎，将军，只要你能够办成此事，我定在太师爷面前重重的保举你。蔡大人，国姓爷，国姓爷，国姓爷光临敝处，是令蔡某惶恐啊。永贵啊，在，你先退下。是。方才我将徐将军请来，欲前往帅帐探望国姓爷，没想到国姓爷亲临敝帐，是令蔡某惶恐啊。请。方才还与徐将军言及
人有旦夕祸福，对于太夫人的病，蔡某亦是忧心如焚呐。哎，可眼下仙霞关怎么能没有国姓爷呢？真难呐。所以陈公前来想听一听蔡大人之高见。太傅临来之时，太师爷领我见了太夫人一面。哎呀，我是简直都不敢认了。才隔几日，太夫人怎么病成了这等模样啊？蔡大人，我又何尝不是进退两难呢？此事放在谁的身上都会如此。国姓爷进驻仙峡方才几日啊，这仙峡关卡就像潼关铁卡一般，清兵见之哪有不丧胆的？不仅他们佩服你国姓爷，就连下官也钦佩之至啊！下官知道国姓爷陡然离去，不仅国姓爷心系仙峡难于割舍，就是众军士百姓又何忍国姓爷离去呢？但下官冷眼观之，这仙峡关上诸将个个皆是才德智勇过人之士，仙峡关人才济济，国姓爷纵然是离去，诸位将军安能不倾心尽力？更何况徐将军、张将军、朱将军都是了不得的人呐，而国姓爷又是暂时离去呀。若国姓爷尚能相信下官，下官愿领军令状，暂待国姓爷几日。若有闪失，听凭国姓爷军法从事。国姓爷今日挂帅就欲离去，怎不令我等伤心？国姓爷尽管放心，我等定会同心协力，细心守关。有我徐超在，就有仙峡关在。国姓爷即是在京师多待几日也无妨啊。国姓爷，我仙峡关有众兄弟世节同心，齐力把守，我怎能不放心呢？蔡大人啊，陈公本不欲离去，但家母自去年从日本归来，因过于劳累之故，病体一直欠安。然国家危难之际，陈公忙于军务，难于尽孝啊。此番母亲病重，吉凶难卜，若不回去探视，怎能让陈公安心呢？自古英雄皆是尽忠尽孝之人，任谁遇上这样的事也都会这么做的。我对仙峡纵然难于放心，但只有蔡大人和众兄弟相托，自不会有什么差错。这一点我可以放心。只是我走以后，军事不解内情，军心难稳呐。国姓爷尽可放心。据军中探马报说，清军自拜此一役之后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只要关上众将士齐心协力，严阵以待，清军岂敢趁机而入？哎，军务自不必担心。近期湖广赣浙诸部连战连捷，清军疲于奔命，哪还有余力来碰这仙峡关呢？既然如此，我已决定事不宜迟。明日5更，我便动身，速去速回。啊，国姓爷，路上要小心呐。国姓爷，明日5更，我为国姓爷送行。哎，不必了。我只是希望蔡大人和徐将军，我走了以后，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一定同诸位将士先商议，而后采取行动。我自会按期返回的。好了，张进，我走以后，处处多想一想，多加小心呢。徐将军，我走之后，定要向军士们妥为解释，营中万不能有一丝动乱之态啊。国姓爷，众兄弟切盼你早日回关。这。
驾！驾！驾！黄豹，来，黄豹，哎，你等等我！国姓爷，媚娘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呀。国姓爷，这把短刀是皇上赐给我的，送给你做个纪念吧。国姓爷，此一别，不知何日再见。这是我阿妈留下来的，也是我们阿里山姑娘带的。你带着它，也许会给你带来好运。媚娘，国姓爷，你要多保重。媚娘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国姓爷，该上路了。等着我回来呀。国姓爷。张将军，你怎么在喝酒啊？万里兄弟，来，坐。哎呀，教我怎么向国姓爷交代呀？国姓爷，国姓爷他走了。张将军，国姓爷他走的时候交代过，叫我管住你，叫你别喝酒。哎，张将军，60寨的大旗还要靠你扛着呀！靠我扛？哼！扛大旗的人走了，扛大旗的人不会回来了。哼！张将军，别喝了，有你我在，60寨必须安全无恙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国姓爷交代呀！你我，万里呀万里，你太幼稚了你！别喝了，我求你好不好？别喝了！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前面有红毛鬼子，后面有驻扎着大批的清军。可是你，张将军，我请问你，如果仙霞关、60寨在我们手中丢失了，我们怎么向国姓爷交代？我们又怎么向大明朝的父老乡亲们交代呀？你太让我们失望了，万里，你我是多年之交了，
我张晋的性格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张晋就是死，也要死在六十寨。张将军，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不会喝酒的。但是今天，为了我们的仙霞关，为了60寨，为了我们的大明江山，我敬你一杯。但是有个条件。在国兴爷回来之前，你滴酒不能沾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二弟。依你之见又如何呢？哦，大哥，清兵目前纵然是直扑闽省，但大哥帐下并不乏精兵良将，况有仙侠天险可以，死守闽省有什么意义呢？再说，南下清兵并非只我等一个敌手，安徽有方国安，江苏有何腾蛟，湖北有左良玉，江西还有个杨廷林，他们都是有名望的将士，再加上分散在各地的小股明军，那是更不计其数了。此事说起来蛮轻松的，可做起来呢，谈何容易？你真以为何腾蛟这类乌合之众能成什么大器吗？大哥，这何腾蛟连战连胜，连皇上都御驾西行了，大哥怎么能说他不成大器呢？为将帅者不能耳听为实。哼！关外的清军并非是一些草莽之寇啊，他们的铁骑精旅加上投降的明军，大概有几十万之众了。可我大明朝呢，和闯贼连年混战，士气已失，人心丧尽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大哥，你不觉得你太让他人的威风了吗？清兵进关，纵是铁甲劲旅，但他们也有诸多不利之处，人心不顺，地势不顺，纵是铁甲经济，大哥也是言过其词了吧？依小弟之见呢，就算清兵有些个夸大，尚有诸多不利因素，但半壁江山已归他们所有。哼！哎，就凭你我这一省之地，就想屠覆中原，笑话！这叫螳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大哥，你这是……一旦江山易了手，清兵占了天下，到那时候，你我就追悔莫及喽。老爷，国姓爷回来了。嗯，他在哪儿？哦，我把他让到中厅，等候老爷定夺。你快把他带到书房去，我有要事相告。是。哎，大哥，大木为何这时回来？大木是我的儿子，难道他的去留还要你这个当叔叔的定夺吗？大哥，看来小弟在明日临行之前，先告辞了。好。孩儿拜见父帅，我刚从仙霞关赶来，不知父亲有何吩咐。大木，终于又回来了。哎，你这么一走，仙霞关可就没了主帅了。这帅印你交给谁了？启禀父帅，由蔡府暂管。好好，这样就好。蔡府办事比较稳妥，他可不像李伟。哎，听说你把李伟给杀了？好，罪有应得。坐。哎，原本我是想让蔡府把这逆贼李伟押回天兴府斩首示众，这下好了，内患已除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几日吧。啊，
不过依我所见，清兵最近还不敢轻举妄动啊。谢副帅宽裕之问，但对清军，儿以为还是小心为好。虽然上一次他们吃了亏，但是大义失荆州啊。但是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啊。关于兵法，我自信比你略通一二啊。副帅，信中说母亲病重，我想，你不提我倒有点忘了。你母亲的病前些日子略有好转，我想她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吧，所以我把她送到安平去了。什么？送去安平？